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腐竹烧肉我们该怎样去做才最好吃呢？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今天阿鹏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常菜做法。这样做的腐竹烧肉特别的好吃又下饭，而且简单易学，就算是新手小白在家里也能轻松的操作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来跟着镜头来看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腐竹，我今天用的是一条条的枝竹。首先我们用剪刀将腐竹给它剪成小段，大概的长度5到6公分，也就是2节手指那么长就可以了。全部剪好之后，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盐。现在的天气比较冷，所以泡腐竹我们用30到40度的温开水就可以了。这样泡出来的腐竹就不会有硬心了。而加少许食盐下去，是为了让腐竹更好更快的去泡发。我们将食盐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开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小把银耳，少许的银耳就可以了，因为泡发以后它就会变得很多了。给它直接的用冷水泡发起来，然后放开一旁备用。我们把东西浸泡起来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准备些许的小料。准备5到6颗大蒜籽，将它去皮后，给它直接的切成厚厚的薄片。把蒜片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进碗中。再准备小块生姜，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，最后再把它切成小姜片。把它切好之后，和蒜片放在一起备用。要是爱吃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再准备少许的小米辣。把它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切刀切成薄片。全部切好了之后，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2个长的线椒，我们将它的辣椒蒂去掉以后，再滚刀切成小块。将它全部切好了之后，给它单独的盛放出来。下面我们再准备1个洋葱，将它去头去尾切掉不要，然后再把它对半切开，1分为2，我们只要1半的洋葱就足够了。我们再把洋葱对半切开，最后再分切成小片。我们再用手将它掰开一下，方便成熟和入味。再准备2颗洗干净的蒜苗，我们先把蒜白斜刀切成小段，而剩下来的蒜叶给它直接的切成小段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少许新鲜的五花肉，将五花肉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直接的切成薄片。它的厚度大概是硬币的厚薄就可以了。要是不爱吃猪皮的话，我们可以将猪皮切下来去掉。全部切好了之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好了，这时候我们的腐竹已经是浸泡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腐竹已经是完全的泡透了，没有一点的硬心。接下来我们将腐竹给它简单的清洗一下。抓洗干净之后，将它控水捞出来，然后放开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再来处理一下这个银耳。银耳的根部它一般可能会有一些木屑，我们用手将它的根部给它摘掉。摘干净之后，再把它清洗一下。我们用手给它揉搓几下，将它身上的一些脏东西和杂质给它清理出来。将银耳清洗过一遍之后，给它重新的换一盆清水，再次的清理一下。我们尽可能的给它多掏洗几遍，把它掏洗到清水变得清澈为止，这样银耳就非常的干净了。清洗干净以后，控水捞出来。好了，接下来开始正式烹饪。水开以后，将腐竹还有银耳放进锅中，将它焯水一下。
焯水的目的是为了去除腐竹的豆腥味，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的好吃。给它焯水的时间不可以太长，也就是1分半到2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将腐竹焯软后，我们用漏勺给它迅速的捞出来，控干水分。接下来我们再重新起锅，往锅里面添加少许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将切好的五花肉放进锅中，用中小火给它煸炒一下，将五花肉炒至变色，将多余的油脂煸炒出来。炒香了以后，把姜蒜片还有小米辣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的给它煸炒几下，把姜蒜的香味煸炒出来。这时候，我们再将焯过水的腐竹还有云耳放进来，然后立刻的开大火给它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。我们将它翻炒几下之后，接着往里面添加少量的清水进来。下面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1勺生抽酱油，还有少量的蚝油，再来上一点点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来上一点点的鸡精，还有少许的胡椒粉。想要颜色深一点的，可以用少许的老抽调一下颜色。调味过后，用锅铲给它快速的翻炒均匀，让里面的调料充分的化开。利用里面的汤汁给它小煮一会，这样的话腐竹吃起来更加的入味又好吃。这时候我们将洋葱还有青辣椒给它放进来，这2款食材都非常的容易熟，如果太早放下去的话，它就容易过熟，那么吃起来就不好吃了。所以这2款食材晚一点再放。我们继续的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几下，将洋葱还有青辣椒给它翻炒断生，最后再往里面添加少量的水淀粉勾一个薄芡，然后立刻的翻炒几下，把芡汁翻炒均匀。在出锅之前将蒜苗放进来，再来上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再继续的翻炒几下，把它炒出锅气，把蒜苗炒至断生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我的眼泪已经不自觉的从嘴角流下来了。最后将它关火，取个干净的盘子，将它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啦。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又下饭的腐竹烧肉就这样做好了。这道菜虽然是比较普通的家常菜，但是却是非常的好吃。里面的素菜吸收了五花肉的肉汁，吃起来就非常的香，比荤菜还要好吃。而里面的五花肉又吸收了腐竹的香味，吃起来很香的同时，还一点都不觉得腻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话，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，保证你吃过之后就忘不了这个味道，特别的好吃。不但是做法简单，而且是真的超级的下饭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。点我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做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